此刻擂台上站着一位来自华夏的少年英雄，他是日本拳手的噩梦。只要日本挑衅着前来，他便毫不留情的迅猛出击，其拳脚劲道十足。那些在中国土地上张狂的日本狂徒遭遇他时，往往被其刚猛攻击打得双腿骨折，瘫倒在地，毫无还手之力。他心中坚守着信念，定要让日本选手在中国勇士面前臣服，领略中华武术的强大威慑。这位少年就是河南的王顺利，人送外号拼命三郎。赛场上的王顺利如同勇猛无畏的雄狮，每逢战斗必全力以赴。他那看似张狂霸道的赛场风格背后，藏着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，一心只为祖国荣誉而战。正因如此，尽管他性格外向，行事高调，却仍收获众多拳迷的喜爱与支持。中国拳坛正需要他这样的猛将，在他青春鼎盛之际，依然登上国际擂台，不断用双拳教训外国嚣张之辈。就在王顺利在赛场上一路高歌猛进之时，日本空手道冠军原田显恶前来挑战。原田显恶在中国拳坛可谓是老面孔，频繁现身只为赚取奖金。尽管此前多次铩羽而归，被中国勇士教训，可在金钱诱惑面前，依旧执迷不悟。王顺利对这种外国选手来中国敛财的行为极为反感与不屑，当众立下豪言，定要让原田显恶进来时趾高气昂，出去时狼狈不堪的爬走，以此彰显中国人的豪迈气势与顽强精神。比赛首回合开启，王顺利毫不犹豫，一记高鞭腿如疾风般踢出，瞬间给对手施加巨大压力。原田显恶也不甘示弱，试图以凶狠攻击回击扭转局面。见此，王顺利心中怒火顿起，心想你在中国人的擂台上休要张狂。果不其然，在紧张对峙中，原田显恶渐渐难以抵挡王顺利的猛烈攻势，被打得节节败退。就一路追着打，打得非常的这个有攻击性，然后原田极为险恶，一点都不老实，不断施展出空手道的刁钻招式，向王顺利展开还击。或许这家伙今天登上拳台，目的可不单单是要在比分上取胜，而是企图尽快向中国选手抠，以此稳固自己在拳坛的地位。虽说王顺利的打法略显张扬狂妄，但面对原田这类一心只想捞金的家伙，这样的打法并无不妥。就在现场看王顺利的比赛，你都能听到他自己给自己喊的声音。正当原田显恶妄图发起冲锋之际，王顺利毅然决定硬刚到底，一记精准的神龙摆尾，险些将原田显恶踹飞出去。王顺利的战术打法极具观赏性，两拳加一膝的组合攻击，打得原田显恶嗷嗷惨叫，狼狈逃窜。这不仅在战术打法上成功压制了原田显恶，就连在赛场的整体气势方面，王顺利也将对方稳稳拿捏。台下的观众们甚至都能清晰听到王顺利进攻时发出的凶猛吼叫。对，这种打法让我不禁不觉会想到接下来会出场的包哲。然而王顺利的表现却大大出乎众人的意料，他持续对原田显恶发动猛烈的进攻战术。或许王顺利也希望凭借自己的压制态势达成扣对手的目标。比赛进入到第二回合，经过第一回合的初步试探，不管是王顺利还是原田显恶都逐渐适应并进入了比赛节奏。原本人们以为进入比赛节奏后的王顺利会削减进攻力度，以保住比赛点数。他的移动性很好。谁也不清楚原田显恶究竟能在王顺利的铁拳之下熬过7个回合。频繁遭受攻击的原田显恶早已丧失了比赛初始的那份自信，内心被恐惧所占据。而此时王顺利正打得兴起，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。况且裁判也并未严令禁止对外国选手的强力攻击，于是接下来的比赛俨然成了王顺利的个人表演专场。
他完全把原田显恶当做了人肉沙袋，展开了疯狂的击打。他一出腿啊，这王顺利这边就准备出拳了。你封我下位，我打你上位。对。真是嚣张，王顺利，你看，我走，不用防守，行不行？他没有是虚手，没。不能打，不能打。三点着地就不能打。若再给王顺利5年的发展期息，他必定会成长为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的实力悍将。王顺利堪称中国名副其实的日本人克星，这有力的表明，当下的原田显恶似乎仅在内围做战士较为残暴。不管是中远距离的对峙，还是近距离的拼拳，原田显恶都完全沦为了挨揍的沙袋。是利用那个早期的我拳是冷我们还是那个防护发点。顺利还是打得太放松了一点。我觉得如果他能就是集中目标哈，这有目的性的进行一次进攻的话，那 KO 的这个概率还是很高的。就他有重击，但这种重击相对来说目的不。比赛进行到第3回合，这也是今晚2位选手的终极对决。王顺利与原田显恶均全力以赴，毫无保留。仅从比分来看，原田显恶已然大幅落后，故而只能寄希望于通过扣对手来扭转战局，取得胜利。毕竟今晚的获胜者将捧起中日对抗赛的冠军奖杯，并且还能够收获赛事主办方赞助的50万比赛奖金。一想到这些，原田显恶便两眼放光。火拼开始。他的场边教练一直跟他说不要乱，不要乱。直拳，对，直拳面中。这个原田显恶体力上出问题了，透支的非常厉害。我就用拳，不断的重击，你看他就没体力了，这很少见的。但是还是在坚持，对，就是我们说的，会一直坚持到比赛结束。这组合有了，对。最终比赛结果正式公布了，王顺利凭借着出色的发挥，实至名归的赢得了这场比赛的最终胜利。那么大家觉得王顺利在本场比赛中的表现究竟怎么样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积极留言讨论。